哇塞，这个人流量，商家看到都开心死了，因为前面有一个这么大的阿迪达斯的门店，我的天哪！从这里开始，这一大片全部都是奥特莱斯家的。那这一些呢，预计呢是在2026年竣工。这个奥特莱斯真的是巨大啊！我是跟他们2个维度的嘛，为什么我感受到的是经济下行，这边好像感受不到经济下行呢？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3日，也就是国庆小长假的第3天。博主呢是来到了全上海最大的一家奥特莱斯，它呢就位于上海青浦区沪青平公路上的百联奥特莱斯。上海的商场是开了一家又一家，有些商场的生意还不错，有些商场的生意呢却差强人意。但是这一家奥特莱斯自2006年开业至今呀，可以说每一年的生意啊都是相当的火爆。据网上的可查信息啊，2024年这家奥特莱斯全年的销售额啊是高达了60亿人民币啊，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。目前呢，这家奥特莱斯仍然在扩建当中啊，整个扩建呢要到2026年才能完工。届时啊，这家奥特莱斯将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大的奥特莱斯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今天呢，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啊，我们一起来逛一逛节假日期间这家奥特莱斯的人流量呢多不多，品牌的折扣力度呢大不大。百联奥特莱斯距离市中心人民广场呢，差不多是27公里的车程。那如果你是自己开车过来，尤其是这种节假日的话，那博主是强烈建议你把车呢是停在这个奥特莱斯对过的那个商场。那个商场呢以前叫米格天地，现在呢好像改成叫和生汇了。那里的停车位比较充足。那到奥特莱斯呢，你只要是跨过这一条天桥就可以了，那不用在节假日呢跟着这边的车流啊还要排队啊，然后很难找到车位啊，因为它在节假日通常都是非常热闹的，停车位很难找。那如果你是自己坐地铁过来，最近的地铁站呢是17号线的照相站，但是它离照相站呢还有一点距离，需要你打个车，打车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起步价就能到了。看这边显示车位已经满了，基本上就很难找到车位，除非你是来的特别早啊，一早就过来，可能还好一点。我现在是下午来的，基本上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车位了。如果你是一位不差钱的大土豪，那么你进了奥特莱斯呢，就直奔奥特莱斯的第1排和第2排，他们都是一些一线大牌啊。比如说，你看这里是 Gucci、Zegna、Ferragamo， 看前面这个就是奥特莱斯的进门口啊。那在我右手边呢，是什么牌子呢？有 Prada， 有 Max Mara， 还有 Belly。全部是一些博主高攀不上的大牌子啊。那么从这边往后走，就走到这个第2排啊。第2排呢，其实也是一些一线大牌。哇，看这个 Prada 还在排队哦！天哪，我是跟他们2个维度的嘛？为什么我感受到的是经济下行，这边好像感受不到经济下行呢？那第2排呢，也是一些大牌啊，像这里是阿玛尼的，对吗？这里是 Burberry 的。Burberry 你看看啊 ，Burberry 前面也是一条长长的队伍啊。看这边都是在排队的一些顾客啊，在。哇塞，这个人流量，商家看到都开心死了。看这家店啊 ，Tory Burch 外面排了一个长长的队伍。然后 Tory Burch 的对过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Coach。这家 Coach 啊，几乎我每次来都能看到大排长龙。就我也不明白这个 Coach 怎么就这么受欢迎啊？看这个队伍到这儿。这么多人了，
这个中庭也搭了一个品牌啊，阿玛尼的品牌，卖衣服的。哇塞，你看对过是哪个牌子啊？是 Lululemon。哇，大家看它这个排的队呀，这么长一条队伍啊！你看，这个 Lululemon 真的太受欢迎了，因为这里的折扣力度呢还是比较大的。我记得以前来看呢，差不多最低是3折，有的就是款式稍微新一点的呢，大概是7折或者是对折的样子啊，生意超级好。来看一下这边品牌折扣的一个导览。阿迪达斯全场低至4.5折，这边是 Tots 是5到7折 ，Boss 3到7折。整体来讲，折扣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。看这家意大利冰激凌店，生意超级好，还有人在排队啊。里面装修也很漂亮，非常精致，当然价格也不菲啊。看到一个冰激凌球是74元的样子啊！哇，这家是不是目前奥特莱斯生意最好的店呀？耐克，看看耐克排的长龙啊，整个队伍已经排到了转角处。生意超级好，不过说实在的，奥特莱斯的耐克啊，一直是卖得非常好的，因为他家的鞋子啊打折力度很大，我都不敢进去的，里面满眼的都是人啊。这家店的产品还是挺多的，除了鞋子之外呢，还有包包，还有服装。我现在走到了2楼啊，看了一下2楼这边的品牌，好几个都在排队。前面这个菲乐、中国李宁，虽然没有看到外面排队，但是里面的人也很多。The North Face， 大家看看这外面的长队，也是很受欢迎啊。它这边的打折力度也是比较大的。前面这个叫啥 Cologne Sport， 这家店也是大排长龙。哇，最前面的这个是始祖鸟，始祖鸟的生意也是相当火爆啊！看外面哦，这么多人都在排队。2楼的运动品牌很多，看这边的人流量是越来越大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前面有一个这么大的阿迪达斯的门店，我的天哪！这家门店应该就是今年新开出来的，它总共有1、2、3层楼高吧，真的超级大。你看门口啊，有这么多人在排队进入，博主已经不敢进去了，这个人流量也太大了吧，太吓人了。这么大一个门店，它的这个服装的品种，包括鞋子的一些品种啊，肯定是很全的。而且这边又是折扣店啊，打折力度也不小，所以是非常受人欢迎的。太吓人了。这里呢，就是一片新开出来的区域。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也来过这里啊，这里还在建设当中。那么到今天呢，它已经开出来了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啊，这里有些什么样的门店啊？它呢就在这个超级大的这个阿迪达斯门店的旁边啊。哇，这片新开出来的区域啊，它这里有一个导览图啊。看到这里有什么好吃的，一个叫博尔居啊，还有一个叫 Hans， 还有一个是吃南翔馒头的椰子鸡火锅。除此之外呢，就是刚刚看到的阿迪达斯，它2楼呢还有一个 New Balance 啊，哦，还有一家耐克，全部都是运动品牌。
我现在呢爬到了这栋新楼的3楼，那这一栋楼呢，也就是在今年才刚刚新开业的，主要呢是做一些运动品牌啊，还有入驻了非常多的一些餐饮品牌啊。那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啊，看到这里啊，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啊！大家看啊，这一面面对的这个河的这一面啊。下面你所看到的这些在建造当中的，全部的都是属于奥特莱斯家的，包括这个河对岸的这一大片啊，从这里开始，这一大片全部都是奥特莱斯家的。那这一些呢，预计呢是在2026年竣工。这个奥特莱斯真的是巨大啊！这一片呢还没造好。那么你看啊，大家从这个3楼这个角度看，这个前面，这个你肉眼可及的这些建筑，全部都是奥特莱斯家的。我感觉啊，这个等它这一部分2026年竣工之后啊，这逛一整天都逛不完，太大了这个地方。咖啡爱好者呢，你也尽管过来，这边的咖啡店也很多。除了常见的星巴克、M Stand， 还有咖啡祖师爷 Peet's Coffee， 还有 Bacon and Spicy， 还有阿拉比卡咖啡，很多啊，好几个。好啦，今天逛奥特莱斯呢就逛到这里啦，感谢您的收看。节假日您会选择躺在家里呢，还是出来逛逛商场？那么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。拜拜。